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又翻车，造型被吐槽没腰线还穿大鞋。赵丽颖连轴转忙工作仍被传绯闻，一袭白裙优雅亮相却遭质疑，34码小脚穿大鞋引关注，粉丝更期待她的精彩作品。赵丽颖最近确实挺忙的，又是宣传新剧，又是参加活动，几乎是连轴转的忙工作。就算这样忙碌的赵丽颖，也还是被传她和赵德胤在国外约会看电影，实在是无稽之谈。喜欢赵丽颖的人很多，当然不喜欢她也有。就在今天赵丽颖出席活动，赵丽颖把粉色头发换成了其他颜色，一袭白色带花长裙，显得非常优雅。但是网友看到后表示，这条裙子不怎么样，一来裙子没有腰线，二来裙子没有质感，并且连赵丽颖的造型师都被说了，趁造型师怎么给赵丽颖挑了这么一件裙子，全靠赵丽颖的颜值撑着。其实这件衣服穿在赵丽颖身上挺美的，只是侧面看没有腰线。不过有赵丽颖的颜值在，也无伤大雅。也不能都怪造型师，毕竟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还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这次赵丽颖依旧穿着一双不合脚的大鞋子参加活动。看得出来，鞋子确实大了不少。众所周知，赵丽颖的鞋码是34，由于太小了，没有合适的，所以很多时候赵丽颖都是穿稍微大点的鞋子，要不然就只能定制了。不过这次赵丽颖穿的鞋子确实是大了不少，应该是大了好几个码。不过不管怎样，喜欢赵丽颖的人都会希望赵丽颖能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而不是在这些穿衣打扮上。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个人感觉赵丽颖这身打扮也挺好看的。赵丽颖作为娱乐圈王一博航海视频细节曝光，帆船 logo 暗示4月增赴挪威。4月的挪威海风里，王一博驾驭帆船的身影与北欧设计碰撞出硬汉时尚，晒黑的手部特写证明真实冒险，飞扬发丝与霸气侧颜定格成视觉盛宴。这不只是视频，更是他从容魅力的集中爆发。你们注意到了吗？王一博那段航海视频里的帆船 logo 真是个大细节。凭这个小玩意儿，我敢打赌，这视频肯定是今年4月在挪威拍的。咋看出来的？别急，我慢慢讲给你们细数。先说个猛料，这帆船上的标志很特别，不是国内常见的，是典型的挪威风格。这玩意儿一对上4月份一博出现在挪威的路透消息，基本上没啥悬念了。说白了，就是铁证如山。你再去回头翻那时的新闻，一博穿着帆船服，风驰电掣间帅得让人挪不动眼，感觉呼吸都跟着他乱了节奏。4月的挪威，那种冷冽的空气和简约又有设计感的帆船服碰撞起来，简直是时尚和硬汉的完美结合。说到这儿，不得不提视频中那几缕披散的长发。哎妈呀，甭管风怎么刮，那发丝飞扬的样子，帅得像电影里的英雄。皮肤白得透亮，几乎能照出影子来。可别被白皮掩盖了他的阳刚之气，镜头里一博晒黑了不少，特别是那手部特写，黑爪爪的状态简直说明他是真的在大自然里战斗过，不是摆拍的网红作秀。再看几张图，拿图4和图6对比，不得不感慨，这家伙衣着品味真锁了。帽子款式和颜色几乎一样，绝对是一整套战袍在演绎酷飒2个字，并且中间还有那种无以伦比的霸气侧颜，某种程度上竟让我联想到体育界的郭晶晶姐，那股锐利又专注的眼神，谁看了不心跳加速？男人味越来越浓，透出一种成熟的韵味和内敛的力量，仿佛在说，我不光会飘逸于海风，也能稳稳当当掌控全局。你问我为啥这么关注这些细节？拜托，这不光是个视频，那简直是一次视觉的盛宴和情绪的释放。每一帧画面都值得被收藏，值得反复品味。就差给画面配点背景音乐，让人直接心跳共振。毕竟，谁不想看到一个真切、鲜活的王一博？
而不是被滤镜美化到假假的偶像呢？更精彩的是，那趟挪威之旅不是随便一拍了事。你能想象吗？冰冷的北欧海风正吹，王一博驾帆船乘风破浪，阳光洒在他脸上，那模样本就酷得让人擦干口水。这画面在我脑子里永远定格成一个传说。说到这里，我就忍不住想说，这次的航海大片不只是宝藏内容，更像是王一博个人魅力的集中爆发。不管风浪多大，他就是那艘最耀眼的帆船，带着我们乘风破浪，冲击心灵深处那个最柔软的角落。总之一句话，够酷，够潇洒，够让人魂牵梦绕。以后再见他手拿航海杯，吹着海风，想必没人敢质疑，这就是从容自信的男人本色展现。王一博近日发布的一段航海短片引发了社交网络的广泛关注。画面中，他身处北欧风情浓郁的海域，身穿简洁风衣，站在甲板上迎风而立，神情专注，气质沉稳。起初，这段视频被大家当作一次视教感十足的内容更新欣赏，但很快，细心的网友注意到帆船上的 logo 与某知名挪威帆船品牌完全吻合。经过比对型号与该品牌帆船的使用范围，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王一博很可能在今年4月前往了挪威，并在那里拍摄了这段航海视频。在娱乐圈，艺人的出行动向，每一次公开亮相或消失都会被粉丝与媒体所关注。尤其是像王一博这样行事低调但影响力巨大的艺人，任何动态都可能成为热点。回顾4月，王一博确实一段时间未有公开活动，不在机场被拍，不更新社交媒体，也未在综艺或广告中露面。这在当时曾引发不少猜测。如今随着这段视频的曝光，以及帆船细节的实锤，粉丝们终于拼上了这段空白时间的拼图。不过，比起单纯追踪行踪，这次破案式的热议更具文化层面上的意义。从帆船 logo 到挪威地点的推断，从航行时间的对比到服装细节的分析，网友们展现出的不仅是超强的观察力，还有对于偶像生活的极高参与度和热情解读能力。这种现象其实早已超越了传统追星范畴，更接近一种共同建构偶像叙事的文化实践。从视频本身来看，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 vlog， 没有旁白解释，没有旅途记录，也没有刻意制造接地气的亲近感。相反，它更像一段风格电影，以镜头语言讲述氛围与情绪。这种创作方式既展现了王一博在艺术表达上的独立性，也体现出他近年来不断突破偶像定位，向多重身份发展的努力。他既是演员、歌手，也是赛车手、滑板爱好者，如今又以航海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可以说，他用行动打破了人们对于流量艺人的固有印象。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公众与偶像之间的边界感问题。尽管这次的信息是网友通过公开画面自发分析得出的，但其中确实包含了对艺人私人时间、地点、行程的窥探成分。如何在喜爱与尊重之间取得平衡，是每一个粉丝在成长过程中都要面对的课题。王一博一直以不炒作、不营销的低调作风受到尊重，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和行动会如此吸引人，因为人们相信他所展现的是经过思考与选择的真实部分。航海这一主题本身也颇具象征意义，它代表着自由、挑战、自我沉淀以及对未知的探索。在当下这个信息过载、节奏飞快的社会环境中，王一博选择以航行这样宁静且深刻的方式出现，多少也带有一点人生哲思的意味。他在帆船上迎着风浪前行的身影，既可以理解为一次身体上的冒险，也可以看作是一场心灵的放空与重构。正如那句广为流传的话，大海不是逃避现实的地方，而是认清内心的途径。双引号。在社交媒体时代，内容的爆炸让很多艺人依赖话题制造来保持热度，然而王一博却总是选择用作品说话，用行动表达。
他不会频繁地出现在镜头前，但每一次亮相都足够引发深度讨论。他不说很多话，但每一个画面、每一个细节却能引发持续共鸣。这样一种克制但有力的表达方式，其实更需要观众有足够的耐心与理解力去品味。而从这次视频引发的挪威航行猜测中，我们也看到粉丝正在学会这种节奏的欣赏方式，不再是被动等待，而是主动参与。除了粉丝的热情解析，媒体也开始关注艺人与自然、旅行、自我成长之间的关系。从之前的林更新骑马、景柏然爬山，到如今的王一博航海，越来越多的明星选择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去拓展自己的生活边界与文化深度。这不只是为了素材与话题，更是一种真实的人生态度的表达。而这恰恰也是现代观众越来越欣赏的部分，不仅是演技、颜值，更是思考与选择。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会问，这是不是一种新的包装？会不会连航海视频也只是团队为了打造高端形象而特意设计的桥段？对此，我们不能盲目否定，但也无需过度解读。因为无论背后是否有策划，每一个决定最终都需要艺人自己去完成与承担。航海并不是轻松的拍摄项目，它需要准备、学习、忍耐、协调。在风浪中的每一秒，都是对人身心的全面考验。若王一博真的亲自参与，投入了这样的旅程，那么无论目的为何，都值得尊敬。更重要的是，观众从中获得了启发和审美价值。这种非日常的场景与情境，使人暂时跳脱现实的疲惫，重新感受到人与自然的连结感。大海的辽阔，北欧的静谧，船帆的起伏，都是平时我们生活中难以接触的元素。王一博把这一切带进视频中，以他安静但坚定的姿态呈现出来，让屏幕前的我们也得以想象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最后，想对每一位正在关注这个视频与事件的朋友说几句话。我们都在忙碌生活中寻找某种投射与共鸣，而偶像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实现了对理想状态的想象。但也请记住，偶像本身并不是完美的定义，他们也需要休息、调整、体验生活。他们不是永远站在舞台中央的机器人，而是和我们一样，会疲惫、会思考、会寻找自我节奏的普通人。所以在欣赏他们的同时，也请尊重他们沉默的时刻，理解他们背后那些看不见的努力。王一博用一段看似平静的航海视频，为我们开启了关于自由、隐秘与成长的多重话题。他没有刻意解释，也没有急于交代，而是留白，让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这或许就是成熟艺人的魅力所在，把空间留给观众，让意义自然生长。未来的王一博还会带来怎样的惊喜？我们无法预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一步步拓宽偶像的定义。而我们只需要耐心的看，认真的听，默默的支持，然后在某一天，他转身微笑的告诉你，其实我那天真的是去了挪威。双引号，那一刻的感动，或许就足够值得我们等待。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